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当地时间4月18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天的例行视频讲话中呢，就宣布说，俄军在长时间的准备以后，已经发动了对顿巴斯地区的进攻。他说呢，俄军大部分的军力都集中在了顿巴斯，但是乌克兰呢，绝对不会放弃抵抗。那么同一天呢，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也是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说，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力量的集结，其主要的军事力量重心是放在要对顿巴斯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地区的完全控制之上。至于说顿巴斯边界以北的地区呢，俄军正在部分的包围了哈尔科夫这个城市，并且呢用炮火摧毁当地的居民区。这个战局其实另外一个被高度聚焦的地方，它就是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呢，目前它已经是几乎全面的陷落了。乌军最后固守的一个据点，据说就是在亚速斯塔尔钢铁厂。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是继两次就是给出了17号和19号的最后通牒之后呢，昨天呢是再次的给出了一个最后通牒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乌军呢必须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点之前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就要如何。那么到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乌东的第二阶段战局目前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么这里的战争它与基辅保卫战有什么不同？还有俄军为什么对攻占马里乌波尔这么的重视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简要的梳理一下这个主要的脉络。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乌东地区的战场环境它与基辅保卫战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知道顿巴斯地区呢，它是属于很宽广的这种平原地貌，它到处都是田野农庄对，纵横交错的公路呢是穿插其间，连茂密的森林都不多见的。这个与北部呢那种人口相对稠密的城镇地区它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双方作战的士兵呢几乎都是处于一种无处可藏的环境之中。由于缺乏这种天然的屏障，那么所以这种地形条件它将彻底的改变整个战争的打法，包括使用的武器和后勤供应的很多的状况。那么按照美国驻欧洲前陆军司令叫做霍奇斯中将他的说法呢，就说这个顿巴斯战争将是一场传统的更加致命的战役。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叫做库列巴的，他也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说，顿巴斯之战会让你想起第2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呢，双方可能都会采取从比较远的距离上向对方发射猛烈的炮火轰击，来打击敌方阵地的战法。同时呢，它还需要大量的装甲车来为战斗人员提供保护。那么如此一来呢，足够的远程火炮力量，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榴弹炮自行火炮或者说是这个远程火箭炮等等这些武器，它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现在都开始援助乌克兰远程火炮的设备，还有呢就是荷兰英国、捷克等等国家都在提供装甲车和坦克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看到顿巴斯之战呢一开打，双方就一上来就是大规模的炮击轰炸的这个原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武器装备的问题。在18号的时候呢，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呢，他就宣布说，美国决定首次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新一代的 M777 型榴弹炮。此外呢，还有10台的反火炮雷达，还有300辆的悍马那个越野车嘛，还有就是 M113 的装甲运兵车，还有11架米17直升机，以及300架的弹簧刀那个自杀性无人机。最后呢，还有上千枚的各种型号的防空反坦克的导弹。那么目前呢，这个首批的这些武器货物呢，它已经是抵达了乌克兰边境，交给了乌克兰的军队。同时呢，美军也已经开始在乌克兰的境外培训乌军使用这批装备了。就在昨天呢，根据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国政府正要准备对乌克兰提供另外的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计划它的规模呢，将与这个美国政府在上周宣布的8亿美元是差不多类似的，就是它将包括更多的火炮和数万发炮弹，
报道说呢，这个可能对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战斗是至关重要。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拜登呢还没有签署这项计划。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M777 榴弹炮，就是这个火炮。这款火炮呢，它目前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包括了第82空降师啊、第101空中突击师等等，就是非常著名的美国陆军快速反应部队的制式装备。它表面上看起来呢，可以说是其貌不扬的，但是这款火炮啊，它有2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种超轻型的设计，它的战斗权重只有 3.9 吨，仅有其他的同样是155毫米的常规火炮重量的1半左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轻的了。这个特点它就意味着这款火炮它的机动性会非常的强，就是连悍马越野车它都可以轻松的拉动、快速的转移，而且它还可以通过直升机进行空中的吊装转运。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款火炮它的火力凶猛，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反应非常的迅速。这个 M777 它的密集设计呢，可以达到每分钟5发炮弹的射速，发射普通的榴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4.7公里。那么它的这种操作简便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据说这个 M777 它可以在脱离牵引车不到4分钟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发射第1发炮弹，而且是无需进行试射。在2003年伊拉克的战争中的巴士拉之战中曾经是有过这么一次经典的战例，就是这个被牵引车拉着以60公里的时速正在移动的8门这个 M777 火炮呢，它接到了火力支援的要求以后，不到2分钟，这8门 M777 就完成了停车、架设以及开火准备的一系列战术动作。在经过3轮急速的射击以后呢，这8门 M777 立即就收摊了，然后转移到了3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火炮的阵地，整个过程都没有超过5分钟。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呢，这款火炮它的最新的改进型叫做 M777A2 的，就是这一款榴弹炮的系统，它因为有配置了升级的软件，它就可以能够编程并且发射被称为是叫做神箭的 M982 的制导炮弹。那么这个神箭炮弹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40公里，就是要长得多了，而且它的射击精度可以局限在10米的范围以内，这就几乎和导弹已经差不多少了，对吧？所以这个特点它就意味着这款火炮呢，它不仅可以狂轰滥炸，而且它还可以精准的点穴。正因为如此呢，就是经历过伊拉克和阿富汗2次实战检验的这个 M777 火炮，在军火界可以说是拥有巨大的口碑的。它已经成为了超轻型大口径榴弹炮的代名词，甚至是被称为常规火炮的一次革命。所以美国援助的这批装备它对整个战争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当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不好下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从大陆媒体的反应呢是大概的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看到大陆有的媒体现在是直接的下个标题说是麻烦来了，有的呢就惊呼说这个美国已经突破了俄罗斯的红线，有的呢则是咬牙切齿的痛批说你看美国又在拱火浇油了等等。我们都知道，对乌克兰这一边来说由于它是赢得了第1阶段的基辅保卫战的胜利嘛，再加上精准击沉了普京亲自命名的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所以可以说是士气爆棚同时呢，它又获得了包括美国先进的火炮在内的众多的重型装备，那么可以说是软件硬件它都是上了一个档次的。当然呢，他们是有信心在乌东一战。那么对俄罗斯这边来说呢，由于他自己是收缩了战线，然后重新整编集中部署了军队，而且更换了他的最高指挥官，也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当然呢，更主要的是呢，由于战线的收缩，再加上乌东地区呢，它与俄罗斯的本土是接壤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理的距离它非常的近。所以呢，它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俄军的后勤供应呢，它可能会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呢，俄军现在呢，它在兵员装备的数量上呢，依然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这个后勤呢，它也有所改善，而且由于在第一阶段是吃了大亏嘛，俄军这种轻敌骄狂的情绪呢，也是大为收敛。所以这一次顿巴斯已经开打了2天了，我们看到俄军的进攻依然被乌克兰这边形容为说是谨慎的进攻。它就说明俄军可能是采用了一种步步为营的打法，就是不会再轻易的冒进了。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讲就是尽管乌克兰这边你看到它的战况是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其实俄乌双方呢，大致可以说仍然是呈现一种比较势均力敌的态势，谁都不具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呢，顿巴斯之战呢，目前看起来它依然会打得比较艰难。至于说有人在猜测说在这个顿巴斯有可能会爆发2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呢，它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主要呢，它是因为现在在乌东地区它已经进入春天了嘛，也进入了雨季。这个田野它虽然很宽广，但是它几乎都是泥泞。所以呢，这个坦克等等这些重型装甲呢，它依然只能够在那种空间非常有限的公路上面来回的移动，所以这种条件呢，它就决定了不太可能说爆发那种大规模的坦克集群之间的对决。这个俄乌第2阶段战争的另外一个备受全球关注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焦点之中的焦点，就是马里乌波尔的围困战。马里乌波尔呢，它是乌东顿涅茨克州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从这个俄军入侵的第1天开始这里其实就是双方拉锯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那么马里乌波尔市的市长呢，博伊琴科，他现在就证实说，在当地整个城市已经几乎都被摧毁殆尽了，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高达22000人，而且目前呢，仍有超过10万人是被困在该市无法离开的。目前呢，俄军已经控制了马市极大部分的这个市区。乌军呢，仅仅只剩下位于城市东部的那个亚速斯塔尔钢铁厂，就是这最后的一个据点。这个厂呢，据说在冷战时期它有修筑了非常坚固的这种地下掩体，据说多达6、7层的这种隧道网络，而且呢，它可以达到这种抵抗核武器攻击的强度。同时呢，在这个地下网络里面，它还储备有大量的食物淡水等等，还拥有电力的供应，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是可以长期坚守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俄军有几次的发出了通牒，就说明这块骨头呢，它其实一时半会儿呢是啃不动的。如果说一味的强攻呢，反而可能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战损，所以呢，才不断的去重复这种最后的乃至是最后的通牒。当然，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既然马里乌波尔已经基本上都被炸成废墟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乌军他们就是坚守不退呢？而俄军一定要花那么大的力气，非要拿下它不可呢？这个马里乌波尔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第一个原因就是马里乌波尔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自从2014年就是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以来俄国就一直想要在寻求建立一条可以连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陆地上的通道。这条通道呢，它将把乌东2个宣布独立的州与克里米亚就连成一片。而马里乌波尔它的位置呢，刚好就处在这条通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节点上。也就是说，拿下的马里乌波尔呢，俄军呢不但可以释放出被牵制在这里的近10000名俄军投入到乌东地区其他的总攻，而且呢可以大幅度的巩固已经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它包括克里米亚，甚至呢可以把这部分呢连接成一片的占领区打造成为一个未来俄军可以继续的向西去蚕食乌克兰的基地。它甚至可以把这个亚速海呢就变成了俄罗斯的内海，使得整片土地呢是更容易防守补给，并且可以解决克里米亚的长期的供水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马里乌波尔呢，它是乌克兰提取和出口钢铁的主要的来源。这个亚速斯塔尔钢铁厂呢，它就是欧洲最大的采矿厂之一。一旦失去了马里乌波尔，它就意味着乌克兰至少是40%的采矿业的份额，它就落入到了俄罗斯的手中。这个损失它是非同小可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里乌波尔呢，它一直都是乌克兰军队在打击顿涅茨克地区分裂势力行动中的主要的领导中心。而且普京在攻打基辅过程中受到了重挫嘛，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他什么都没捞到。那么他是非常的需要一场胜利来给自己打气的。如果说他能够吞下马里乌波尔，那么这个就可以供他在5月9号这个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纪念日拿出来炫耀。这个俄罗斯的一本杂志叫做《国防》的，那么这本杂志的主编他叫做科洛特钦科的，他就毫不隐晦地公开说，拿下马里乌波尔呢，这将是一个成功的象征，是首场重大的军事胜利，是拿下了一座完整的大城市。也就是说这个对双方士气的消长是有重要影响的。而且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普京他要是拿下了马里乌波尔呢，他巩固了从乌东到克里米亚的这个陆上桥梁、陆上通道这个战果，再加上马里乌波尔它是作为亚速营的大本营这么一个地位这就已经可以让普京他有面子去公开的宣示，他所谓的那个去纳粹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也就是说呢，他可以有一个相对体面的台阶来考虑停战收兵，可以考虑开始寻求从乌克兰这个战争泥潭中脱身了。那么就目前最新的一个战况呢，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第36海军陆战队的独立旅的旅长叫做沃利纳的，他在今天新发布的这个视频中就公开的表示说，他们这批守军是不会投降的，但是呢，呼吁呢开启一个疏散的程序，就是把这些士兵、伤者还有平民全都转移到第三国的安全地带去。他说呢，他们现在有数百名的平民和大概是500多名的伤兵还在这个据点里面，并且表示说，这个是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这可能是我们活着发出的最后的呼吁，我们可能正迎来我们最后的几天，或许是几小时。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乌克兰的副总理叫做韦列修克的，他在脸书上呢就表示说，已经同俄罗斯这方面就马里乌波尔为这个平民来开设一条人道走廊呢是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他说呢，这条通道是为了用来转移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而就在我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就是我看到法新社最新的这个报道呢，就说乌克兰政府呢已经提议就在马里乌波尔与俄罗斯来进行谈判，但是呢，目前暂时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消息。也就是说，就我们目前来看，马里乌波尔它的前景呢，它其实是不太乐观的。鉴于俄罗斯呢，在这一次战争中它已经投入了太多的资源，俄军甚至是有动用了重达7000公斤的巨型的航空炸弹来轰炸这座钢铁厂的。所以厂里的守军呢，在此已经是坚守了超过1个半月了，士兵呢都是普遍负伤，而且这个弹药医药等等这种补给也都是完全断绝的。如果在得不到强有力的外援的情况之下，很难说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那么对俄军来说呢，马里乌波尔呢，它就是一块即将到嘴的肥肉，对吧？它基本上就差最后这一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军他即便是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他可能最终也不会放弃夺取这个马里乌波尔的企图。我们看到美国智库叫做战争研究所的，他们在昨天有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他们就甚至认为说，现在有迹象显示呢，俄罗斯的官员和媒体正在往马里乌波尔的市内或者是这个附近在聚集。也就是说，即使据守在这个亚速斯塔尔钢铁厂里面的乌克兰的守军呢，他们依然保持对部分地区的控制。
俄方也有可能就准备在未来的几天直接的就提前宣布说已经取得了胜利了。好的，在最后呢，我们再来简要的和大家总结分析一下乌东战局在未来的几种走向。首先，第一个呢，对乌克兰来说，最理想的一种走向呢，就是在北约这种源源不断的重装备的支援之下呢，它大幅度的遏制俄军达成其军事目标的能力呢，可以迫使普京无法体面的宣告说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结束。那么如此一来，双方就有可能会在乌东进入到一场拉锯消耗战。由于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已经打了足足8年的战争了，所以相比欠缺足够专业度的俄军，其实是乌军是更能够进行一种长久的作战的。再加上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的那种滞后效应，它会逐渐的显现，所以战局要是越往后拖长，其实它对俄国是越不利的。我们看到，尽管俄军在乌东的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它看上去比较气势汹汹，但是俄军它推进的速度其实并不比此前它在基辅郊外的时候那种状态要快多少。比如说，在哈尔科夫东南面有一个4万人的小城，叫做伊久姆市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呢已经是被俄军攻打了数周了，至今都还没有拿下。而且这个俄国在乌东一线有多个小城小镇它也都出现了两军争持良久的情况。比如说，俄军在18号刚刚宣布说占领了一个叫做克雷米纳的小镇，那么乌克兰军方在昨天就反击说夺回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另外一个小镇，叫做马林卡的这个小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走向它最终的最理想的一种结局呢，就是乌军它可能最终能够夺回大部分的被俄军所占领的顿巴斯地区，甚至夺回克里米亚，并且炸毁这个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大桥。当然，这种愿景它看上去是非常的理想，但是要实现它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现实的第二种走向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的，普京他在攻下了马里乌波尔以后呢，他可以宣布说我们已经达成了战略目标，主动的减低攻势来巩固实际控制区，并且重新开启与这个乌克兰的谈判。也就是说，延续此前俄乌双方谈判的那个方案，最终呢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乌东2个州和克里米亚它最终的地位。那么这个走向呢，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变数，就是俄军此前有明确的宣称说解放顿巴斯呢是俄军的主要行动目标，而这个目标它实际指的呢是要占领整个的顿巴斯地区，并不仅仅止于实际的控制区。如果说普京他不愿意见好就收，他还想要去扩大战果，那么他就必须要承担在未来打成一场消耗战，让自己无法抽身，反而可能会赔进去更多的这样一种风险。大家都知道此前他已经在基辅惨赔了一次，对吧？所以很难说他会不会接受这个教训。那么最后的一个走向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顿巴斯地区作战彻底的失败了，彻底的丢失了整个顿巴斯地区以及贯穿到南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一带的控制权。那么乌克兰就不得不收缩防线，保存自己的精锐力量，来防止俄军再度的进攻基辅，从而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大幅度的让步。那么基于我们目前来综合观察乌克兰现在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实力与它的表现，我觉得这个走向它可能性是非常的低，它基本上可以说只是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战争中乌克兰的军队无论是作战的意志还是它的战术素养，它其实都要远远高于俄军。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重型装备的力量太过的短缺，其实俄军可能早就溃不成军了。总之无论是哪种走向，我相信在5月9号之前，我们应该可以就会大致的看出一些趋势来。普京他是否会重蹈覆辙呢？我们也都不妨拭目以待了。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